Do you know how to use this tricky Chinese word 小姐 correctly? In today's Chinese lesson, I'll explain when to use 小姐 and when to avoid it, especially when talking to native speakers. Its meaning can change depending on whether you are in China or Taiwan. So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 is key. I'm a native Chinese teacher with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my goal is to help you speak Chinese fluently through immersive learning. That's why I'll speak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you can turn on multilingual subtitles if needed. Check the description after watching for related learning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this lesson. Alright, let's get started. 我是 Elena 老师，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小姐这个词到底能不能用呢？答案是要看你在什么地方对谁说。如果你在中国，或是跟中国人说话，最好不要用小姐。但是如果你在台湾，或是和台湾人说话，就应该使用小姐。为什么呢？首先，在中国，小姐常常有负面的意思。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小姐有时候是指在特种行业工作的性工作者。所以如果你称呼一位中国女性为小姐，可能会被认为很不礼貌，甚至让人感觉不舒服。为了保险起见，在中国或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这个词。那可以怎么称呼呢？这里有一些比较安全的用法。在一般场合中，你可以称呼一个中国女性为美女。如果对方的年纪比你大，你也可以称呼她为姐姐。在正式的场合中，你可以称呼中国女性为女士。如果是对年轻的女性，你可以称呼她为姑娘。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用法。对于没结婚的年轻女生，你可以称呼她为小姐姐或美女。对了，如果对方年纪比较大，千万不要叫她大妈，因为这是非常没礼貌的。你可以改叫年长的女性为大姨或大娘。在中国的餐厅里，如果你想叫女性服务人员，可以称呼她们为美女或服务员，甚至是小姐姐。如果服务人员是男性的话，你可以称呼他们为帅哥或服务员。但是在台湾，
情况就完全不同。在台湾，先生和小姐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尊称，不论是在餐厅用餐，还是在商店买东西，或是问路的时候，只要你不认识对方，如果对方是男性，一律尊称对方为先生；如果对方是女性，一律尊称对方为小姐。这是最安全、最有礼貌的做法，不会冒犯到任何人。在台湾餐厅叫服务人员的时候，也请用先生或小姐，最好不要称呼他们为服务员，因为那样听起来不太尊重对方。也尽量不要叫不认识的人帅哥或美女，因为在台湾这样说听起来像是在搭讪，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当然，你可能在台湾听到有一些店员称客人为帅哥或美女，那是因为他们想让客人心情好，愿意买东西。但是你最好不要主动这样称呼别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有学生问我，可不可以叫年纪大的台湾女性为阿姨呢？当然，如果对方的年纪真的跟你的阿姨一样，这样叫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跟对方不太熟，我建议你还是用小姐比较有礼貌。现在你知道根据不同的地区要用不同的称呼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或有不同的想法，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To access related resources for this lesson and save time on your studies,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